这是一套诡秘之主的小说，这是一杯纯净水扮演的美食家魔药。大家好，我是暖暖，我决定踏上这条漫长的美食家序列之路。本期视频将会呈现小柯在铁十字街最重要的3顿饭，喝了这杯美食家序列酒模样，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诡秘美食世界的大门吧。土豆，克莱恩瞬间有了灵感，旋风般扭回去，从不多的土豆里拿出先去公用盥洗室，将土豆的表皮直接将它们放入壶里，与水共煮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从橱柜里又耐心等待了几分钟，揭开盖子，最后才将2个土豆插了出来，放于桌上。小时候最爱这么吃了。这就是周明瑞在成为克莱恩之后的第一道菜，据说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它是掰开的，但我感觉有点掰不开啊，掰开了。开水土豆，虽然这2个土豆只需要1.5块，而且制作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但味道还是土豆的味道，就是又粉又香，土豆的味道。喜欢这道菜的美食家们，自己拿出开水壶来试一下吧。克莱恩翻找出昨天剩下的胡萝卜和今天买的洋葱一块，切成了好多块。这里我集中提前备料，先把土豆切好。豌豆也提前剥好。他把肉块放入了汤碗里，又从尖人的小瓶子里珍而重之的取了些黑胡椒粒和羔羊肉，又从橱柜里拿克莱恩弄出1勺，放入锅中，煎开融化，然后倒入胡萝卜和洋葱块，翻炒了一阵，香味开始弥漫。克莱恩将羔羊肉全部倒进，仔细煎了一会儿，炖了20分钟左右。他打开盖子，将嫩豌豆和切好的土豆放入，又加了1杯热水，2勺盐，揭开炖锅盖子，克莱恩眼前顿时有雾气冒出。书桌上已摆放好一盘由土豆、胡萝卜、洋葱点缀的嫩豌豆炖羔羊肉。经过上述简单的过程之后，就得到了一份嫩豌豆炖羔羊肉。然后我要把这个黑面包放进去，黑面包真的很酸，但是浸泡的肉汤应该会很好吃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尝一个土豆，它已经炖到那种酥酥软软的感觉了，跟土豆的口感有点像了。除了花费的时间长一点，其实制作的过程是很简单的，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。原文中间，克莱恩总共花费了25便士，根据大佬书粉的考据，1便士约等于4元，那么25便士也就是100元。可以看到这个量还是蛮多的。加起来这一餐是104.5元，其中最贵的竟然是黑面包，黑麦全麦面包。第一口吃的时候以为是酸了，闻着的时候就是那种发酵的味道，它不难吃，就只是说感觉坏了而已。先来做莴苣白萝卜炖牛肉，整根白萝卜切大段，莴苣削皮切滚刀块，锅中加水，牛肉焯水，加适量生姜、大蒜、白胡椒粒、肉豆蔻、肉桂，煮开后捞出牛肉，洗净的牛肉重新放入锅中，
加入白萝卜、莴笋块，炖半小时，用铲子将萝卜分成块，别忘加盐。加入新鲜罗勒、9层塔叶片，莴苣白萝卜炖牛肉就完成啦。煮熟的土豆捣碎，少量多次加猪油和牛奶，用盐和黑胡椒简单调味，趁热搅拌均匀。可以选择过筛，土豆泥就完成啦。接下来做豌豆浓汤，需要大量豌豆，洋葱切细丝，锅中注水，加入适量盐，倒入豌豆煮软，另起锅加猪油煸炒洋葱，加入之前切好的土豆丁增加稠度，加入煮好的豌豆炒香，最后用超凡能力将食材打成慕斯状，摆盘。美味的豌豆浓汤完成。第一次尝试炖大黄，洗干净的大黄长得好像芹菜，去筋切小段。大黄放入锅中，按个人口味加白砂糖，加水和肉桂炖煮。炖好的大黄软糯酸甜。最后一道做香煎肉鱼，橄榄油中加入迷迭香、大蒜，煎出香味。鱼提前用盐腌制过，煎至两面金黄，撒上孜然调味，香煎肉鱼就完成啦。做这一桌真的是出乎意料的累，今日扮演法加999，终于可以开吃啦！第一道先吃鱼，尝一尝扁鱼扮演的塔索克鱼。哦，不错哦。口感细腻，刺比较少，基本上是主刺，不错。都是这种比较大的刺，我认为今天的扁鱼扮演的非常不错。然后来尝尝主菜牛肉汤，萝卜的清香，还有最后放进去的罗勒，果然不能提前放，这是放进去刚刚好煮开就已经香味散发出来了。它这个牛肉汤很清淡，这个汤很清澈，口味很清淡，有点潮汕牛肉汤那味道。这萝卜好好吃，好喝。然后来尝尝小克非常害怕的豌豆浓汤。这个摆盘还不错吧？得意之作，尝一尝，好吃哎！哦，这个浓汤真的很好吃，这样吃，果然黑面包还是好酸。是我没见过世面吗？我觉得克莱恩的家宴这个水平可以了呀！失控了，这个黑面包失控了。这个土豆泥也要加一个黑面包，尝尝。虽然没有过筛，但味道还是很好。它是猪油加上盐，加一点点牛奶。还是比较香的，多加牛奶。
好怪。我要吃一大口。干姜水加上一点柠檬汁，好喝，味道很上头。哦，还有炖大黄，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，我尝了一下，它就是长得很像芹菜，然后生吃的时候特别的酸，然后使劲嚼的时候还很涩。好神奇啊，这个味道啊！就又很酸又很甜，提神醒脑，真的能够解腻。后来非常神奇，它煮完之后纤维就变得很软。又好吃又酸。最后就到了柠檬布丁，其实它是普通布丁，然后被我组装成了柠檬布丁。就是布丁的味道，也许我可以挤一挤，更有柠檬的风味。好吃，不过还是和柠檬结合的不够好，等到下次烘焙专辑的时候可以试一下。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点是这个，放在这个中间，这加一点点奶油。好了，试吃就这么结束啦，又到了核算成本的环节。按照3苏乐的食材费用来计算的话，克莱恩一共是花了3乘以12等于36便士，然后每便士的话约等于4元，然后也就是说148.8元。为什么还有0.8？我真的怎么算的？也就是148元左右吧，就大概就是这个数字啊。如果算错的话，就算错吧。反正我是扮演的美食家，不是扮演的数学家。而我总共花费，包括这个买来的那个柠檬布丁，总共是花了155.5元。这么想想的话，我们可以反推一下克莱恩的月薪，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换算过程，约等于11520元。历史系毕业生竟然在3线城市能拿到过万的工资。再想想克莱恩毕业前，克莱恩的哥哥班森每个月的月薪是1磅10苏勒，也就是约等于5000多块钱，5760，他5760要养活3个人，然后房租一个月是1056，而且还能一周吃2顿肉，还是2个上学的，就是克莱恩是大学毕业，然后妹妹也在读教会的学校。这么算算，真的班森真的是好哥哥，5000多块钱。好了，在这里我也不得不感慨，乌贼在设定方面真的是非常严谨，这种对待作品的态度是让我很钦佩的。诡秘之主独特的世界观仿佛真实存在一样，可以让人深入的挖掘，这也是我爱诡秘的一大原因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诡秘美食世界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各位美食家们，有没有感觉自己的魔药消化进度增加了呢？之后我也会不定期的更新诡秘系列的美食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扮演哦。好了，拜拜。